这里是河马的故乡基隆，台湾北部的港口，三面环山，北面迎向太平洋。冬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基隆经常多雨，多雨让房子潮湿，墙壁容易发霉、长壁癌，3-5年就得粉刷墙壁一次。你看看我家的墙壁发霉这么厉害，年快到了，所以买1桶油漆自己粉刷。都发霉了，房间也是一样，发霉的很严重，所以我们要来漆油漆。红牌油漆、水性水泥漆、百合白、老塞在调油漆啊。胶粒河马家有一位油漆老师傅，河马老爹。河马从小就看着老爹在油漆间准备隔天工作的工具啦、油漆啦，闻着油漆味长大的。别人认为的刺鼻甲醛味，却是让河马茁壮的氧气。河马老爹在工作的时候很凶，没有人敢靠近。被他叫到名字的，不管是老是小，都是战战兢兢地靠过去，仔细聆听老爹的指令，生怕一个没有听清楚，就是一顿更大声的喊骂。看不出来吧？河马大学连续2次的落榜，当兵前的空档跟老师傅去工地做了3个月的油漆工，不给拿油漆刷的油漆工。河马骄傲了吗？并没有，因为跟着老师傅的工班，都是经过3年6个月的学徒出师的。河马打杂，做现场的清洁工作，也算是对油漆这份工作的尊敬。别看一支油漆刷子小小的，沾上了油漆，沉甸甸的技术与责任，不是河马拿得起的嘞。读书人就是可以说出一口好技术，先批土，等干燥后，用240的砂纸打磨一次，再用120的砂纸让表面光滑，先上一层底漆，等到干燥后，再上1到2层的面漆。先从天花板开始，然后是墙面、门框或者是窗框，最好搭配油漆的心法，从高到低，由上往下，大面积，最后是小面积。这一套河马就倒背如流了。朋友总是说河马一定有2把刷子，呵呵，河马是连拿刷子的资格都没有的读书人。不过这3个月的经验，也是有让河马赚到一些福利啦。在新训中心的时候，跟班长在那边转说我家是做精致油漆的，被我唬得一愣一愣的班长，对我还不错呢。在日南海防班哨的弹药库，河马用精致油漆法混了3天的勉为情，做了一块非常精致的灭火器指示牌。河马骄傲了吗？好像有一点点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在好朋友的内湖新家漆了一片酒红色的木门，被称赞手法细腻，不愧是名门后代呢。可是他们都不知道，我是没有资格拿油漆刷的河马，除非是老师傅不想动手。花了4个小时，客厅已经漆完毕了，现在准备进来处理走廊还有
房间。再强的河马也还是要吃饭的，随便煮了一碗统一肉燥面，加个蛋，这就是我今天的午餐啦。河粉们有注意到河马头发白白的吗？那不是沾到油漆哦，那是河马的白头发。吃饱了，上工喽！走廊的灯光比较不够充足，墙壁也是坑坑巴巴的，所以在这里，河马陷入了苦战，一直发现漆上去的油漆一直冒着小泡泡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啊，对了，不是还有老塞可以问吗？老塞说那是墙壁太燥了，也就是太干燥了，所以会冒小泡泡。只要多刷个几次，泡泡就会不见了。河马还是安静个几分钟，让河粉们慢慢的欣赏河马的精致油漆法。这个老塞亲自定制的木梯，我们叫它马椅，站在上面很稳，但是把马椅放在弹簧床上，就得要老塞帮忙扶一下了，不然河马会掉下来。一个外行人在老塞温柔的指导下，花了7个小时，完成了一间客厅和一间房间的粉刷，没有P土，没有打磨。只有家具包膜和上一层油漆，以及油漆后的打扫。天花板变干净了。简单的打扫后，河马就出去吃晚餐了。河马的餐桌在第103集吃了咖喱饭，但是河马的手非常的不争气，好像上完厕所的干屌龙，我抖。想到睡觉后的隔天将迎来全身的酸痛，河马都想喝瓶玛丽夯，不让你睡。